欢迎收看威士忌好人生。敬请订阅九星智库 YouTube 频道，然后我们那个威士忌好人生要多留言哦。你知道吗？我现在这是威士忌好人生频道，你走错了哦。哦，你现在看到李耀社长那是错的哦。我们要先谢谢我们的这个 Howard 老师，因为他桌上摆了一瓶这么大的阿贝。来就好了，还带礼物来，对不对？还这么大瓶，拿这么好意思，是不是？好了，那就开来喝了。我觉得非常佩服他们手续，它就是不用动手，因为这3支酒的不管是调性、风味、口感都非常接近，而且它是差了10几年的版本，风味跟调性跟主轴几乎完全一模一样，就是真的是蛮厉害的。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有酒的地方我让你舒服。漂亮。欢迎收看李耀社长来品酒，我是李耀。是啦，最近吵得沸沸扬扬的，就是这个过桶、换桶还有批次的事件。是吗？对啊不是阿贝事件。就是阿贝事件啊，就是有人在吵这个事情啊。但是呢，我们就请了3位达人来，一起来把这件事讲清楚、说明白。但是它每年都有版本批次的差异啊，怎么可能会一样呢？对，就是不可能啊。但是每年所调出来的版本，它会越做越好，是越那为做越好、啊。什么他们要吵这个？我也不知道这件事，你问我干嘛？你想开枪打我是不是？尤拉想这么做不是第一次了。这个版本批次呢，各位以格兰杰为例，像格兰杰，他在2020年的时候，他版本做调整，他就在他的酒标上面自己去写说，以前的过桶方式，先在波本桶10年，然后再到雪莉桶2年。那他现在的做法可能又改变了，他会把直接这个改变放在他的酒标上面，我就直接大大的告诉你，我变了。对，要不要买随便你。是讲哦。尤拉眼看快1万订阅，说话开始大声了。各位观众，那个他刚刚讲的并不代表本台立场。对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是大辣辣把版本差异弄出来，但是到底好还是不好呢？其实见仁见智了。你以前喝的那个口感，你可能很爱它，但是你过了一阵子，几年后你在喝它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，你可能会更爱它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发觉它可能跟当年的口感不一样，那没有关系啊。换一瓶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换一瓶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说呢，今天我们就找到3款威士忌，2005年的版本，2016年的版本，跟2021年的版本，同样的威士忌品牌，3个不同的版本，我们要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盲饮活动。好刺激哦！到底能不能分得出版本差异？对不对？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呢。你要么就要有灵敏的鼻子。对不对？要么你就要有灵活的舌头，如果你都没有，你就不需要来参加盲饮。但是我今天找到这3位都有，对，都有，对，而且又很会讲。对，我们就话不多说，先介绍我们的第1位来宾，也就是威士忌人生的版主申浩老师，欢迎。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威士忌人生的申浩，很开心可以在李奥社长这边跟大家聊聊天，然后喝看不同版本的威士忌。对，申浩老师他最有名的就是他的鼻子，他在10年前就有一个绰号叫灵犬申浩，灵犬莱西的接班人，灵犬申浩。好的。很明显，这个绰号是10分钟前想的吧？那在第2位呢，他也不遑多让，为什么呢？我刚刚不是讲说要那个灵活的舌头吗？对，对不对？他在高中的时候就把他初吻给了别人。从当年，他打开了他灵活舌头的开端。但是他从高中开始，人家号称千人仔，他号称千人蛇啊！我们的千人蛇九星智库的库主，咱们的 Howard， 欢迎。欢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九星智库的苦主 Howard， 很高兴今天来。哇，我想不到我被灌了这么多抬头，我要赶快回去我的国中跟国小 check 一下哦，好好算一下到底有几蛇，你知道吗 ？OK， 很高兴今天可以来这边。你看我把他灌了这么多抬头，对不对？他都不否认。害自己就是把年纪降低变国小。他在那边看脸书说：“我真的当初千人蛇这个名号有发出去吗？怎么他会知道这件事呢？挖得这么深呢，对不对？”千人蛇的由来听起来就像在唬烂。第3位，我们所邀请的叫任顾问，任顾问他全方位的玩家哦，全方位威士忌玩家。威士忌。对，不是什么都玩哦，他只玩威士忌哦。哦，我讲错了哦，欢迎我们的任顾问。大家好，我是马可波罗窖藏实验室的创办人任顾问。好，
这就是我们今天邀请的3位达人，但是只有3位达人盲饮吗？但不可能啊！我也要跳下来啊！对，盲饮这种事情，就只有他们3个独领风骚吗？他们在另外一个友台成立一个叫什么威士忌好人生，对不对？他今天来到我的频道，我帮他改名了。欢迎您收看威士忌新人生，还原第4位就是我李奥社长啊！我也要加入盲饮的行列，好不好？好。既然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版本的差异，那我们就要拷问这3位威士忌的达人意见领袖，到底威士忌为什么会有版本的差异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要问谁呢？就要问我们的人顾问啊，没有 Q， 刚刚问题不是你是不是？不是你是不是？是申浩老师是吧？我不要你回答，我们请我们申浩老师来回答。啊，用过是不是？好了，我们的到底威士忌为什么会有版本差异呢？请我们的申浩老师来跟我们回答一下。我觉得那个李耀社长，申浩老师，您叫我小李就好了。因为我们版本很容易理解成是酒标还是里面的风味，酒标不一定每次都会有变化，但是风味一定多少都会有一点点变化。因为你想想看，你1年可能一款酒它推出个几十万瓶，那它就是一次调这样的数量，勾兑这样子的数量，那你到了明年要用新的酒桶的里面的酒去勾兑这样子的同一个产品，那一定会有多多少少会有不同的差异，风味一定会有变化。所以威士忌的同样的版本的风味会不会变化？一定会有，只是它的差异多或者是少，它的多寡的差别而已。而且甚至同一年所出来的威士忌，它都会有差异，对不对？同一年，只要不是一次做，就像煮菜一样，你每次炒的菜怎么可能会是一样的味道？那手机他们只是把那个公差变得比较小一点点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试试看，到底有没有些差异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个你看申浩老师回答多专业，他讲的问题我都回答不出来。知道，而且他用炒菜来比喻，我马上听得懂了。对啊，真的炒菜这种事情哦，我们也算是很厉害的啦，因为我们你是炒饭，我们是炒饭，对。粉丝见面会可以来一盘里奥蛋炒饭吗？怎么样，请说。你说最近这个沸腾的议题，我大概知道来源啦。那我的看法是这样哦，版本的差异，网络上在聊到，就是说好像酒越来越年轻了，好像感觉没有以前的好喝。那这从2个观点来看，第一个，他们就说酒质越来越差了。可是我的看法2边哦，因为随着威士忌的热度越来越高，你当然会老酒的库存越来越少。你在勾兑的随着每年过去哦，你老酒比例一定会少。如果你喜欢喝老酒，不好意思，在这个威士忌热门的时代，你就得花比较高的成本去买以前的版本。但是最近我们参加很多上市发表会，还有很多新酒的发表会，我们也常喝普饮，我们不是只有喝老酒，我们常喝普饮。我们的看法是，针对现在威士忌，如果你谈酒质，我的看法是越做越好。如果你说版本越来越新的酒，它的酒质不好，我是反对的。但是的确老酒勾兑的比例会变少，所以我觉得用这2个观点来看。你讲的这个真的厉害，用老酒勾兑的比例，因为老酒会越来越少嘛，所以勾兑的比例会越来越低嘛。所以这很正常的一件事情。我觉得你这个讲得非常非常好，这个还是我没有想到的观点。我觉得不要用酒质来看待一个酒的喜不喜欢，因为酒质现在的酒都做得蛮精细的，干净的酒厂做干净，复杂的酒厂做复杂，厚重做厚重。那有些酒厂其实像前一阵子热门的有一个叫什么鼎的，它其实我们的判断它脏脏的，它还是很热门。所以我觉得威士忌在谈的时候，当然你可以分析它的酒质，但是更多回到你自己喜不喜欢喝这个酒厂，那其实跟酒质没有太多关系，跟风格有关系。那刚刚那个人顾问的补充得很好，再来我们要问的就是第2个问题。刚刚讲的是这个版本的差异，刚刚人顾问有提到，就是所有的版本跟批次，它的选桶会不同嘛？我们要问的就是酒心智库的苦主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可以从制酒者的角度来看待到底批次风味差异的事情。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，就是从市场对风味的偏好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。其实从整个制酒的历史演进，还有随着行销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蓬勃，所以其实一个酒商在制作一个标准的核心酒款的风味的时候，同时也会去考量到底市场上对什么样的风味是比较偏好的，然后在自己想要做的味道跟市场的味道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。那讲回来，你刚才问的问题，你去看所有的普饮款哦，不是每一个普饮款在酒标上面都会跟你写得很清楚，就是我是什么桶跟什么桶。比如说亚伯乐好了，还会讲得很清楚双桶。那你从种类的角度来讲的话，当然不会变，除非它大方向改。看你刚刚讲的，我就是从2桶变3桶，不然像我们等一下要喝的阿贝来讲好了，它其实上面并没有写得非常清楚，我到底要用什么桶。所以其实根据我的理解，他们在制作这些威士忌的时候，完全是以风味作为导向。比如说10年我要给大家喝到的有关于酒厂的是哪一些重要的酒厂性格，我从以这个酒厂性格为主，然后做出一个超级
级大批次的这个批次的酒，然后到下个批次的时候，我还是以这个风味为主。然后就像刚才申豪老师讲的，我们很努力把它做在这一个范围里面，然后我们把那个公差做到最小。大方向或许不会变，但是你说今天橡木桶来源啊，从哪个国家或哪个酒厂，那势必会改变的，因为每个桶子本来就不一样。刚刚真的突破一个盲点的确，所有的调酒师他们最后在调酒，不是说我要挑这5桶，挑这10桶，不是，那是单桶思维，他们是常态性核心酒馆，他们看的是这些东西，是不一样的地方。所以刚刚Howard老师不愧是苦主，你知道吗？他在开这个酒心智库的时候，不断的在教育消费者，在教育很多的那个观众朋友，不断的苦口婆心告诉他们，这才是对的，这才是对的，但是就是没人听。对啊，这3瓶明明味道就不一样，是不是不一样？待会就揭晓。再来，我想要问的是第3个问题，这个是我们消费者跟观众常见到的，为什么威士忌经常在换酒标，每天在换什么衣服？是不是？你一年到头就穿那件就好了，干嘛一直换？是不是？我要问的是我们人顾问，到底为什么威士忌一直在换衣服？我的看法是这样，其实你可以从大的看到小的。大的就是现在威士忌产业这么蓬勃，组织跟组织、集团跟集团不小心就合纵连横，我买你，我跟你换。所以一个酒厂一换了，换了老板就改一下，行销可能有新的诉求换一下，空间跟地域，比如说我在台湾的我在大陆的不同地方的防水货嘛，防水货流来流去，那可能不一样。我觉得这个还好啦，我们也没有那个奖励，没有死都不换的那个我觉得这个都可以比较客观的看待这个事情。其实威士忌换酒标这件事是个假议题，为什么？像那个3节换酒标很正常。假议题你还问我？我们就挖洞给他跳，不然怎么办呢？看来这一集很多窟窿，要小心。但是核心酒款为什么要换酒标呢？其实说穿了，在行销方面的话，他当然要找新的族群、新的议题。可是事实上，我每次问到酒厂的人，他们都回我什么，你知道吗？纸不够了，纸涨价，换一张纸。然后为什么瓶子坏了呢？那个瓶子那个工厂倒了。苏格兰人都是这样回答我的就是这样子而已啊。所以你们不要想太多。所以这只是换酒标、行销的包装跟真正制造的，它2个是不同的想法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就是原来有那么多原因因为像我这种一般消费者的话，我觉得他换了酒标，代表就是它里面的酒也换了，可能有稍微做调整。我觉得这是一般人会觉得的方向。真的，你突破消费者盲点了，就是我都没有想到说消费者认为他换酒标就是口感换了呢。我们反而站在我们的立场，我们没有这样想消费者是这样想的。厉害哦！有啦是真，消费者。那刚刚这3个问题，希望可以回答到各位观众一些迷思啦，一些盲点。但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盲饮。对，盲饮，我们要盲饮 L5 的版本、跟 L16的版本、跟 L21的版本，他们到底第一有没有差异？再来，在3位达人的心目当中，他们最喜欢哪一款酒？而且要分析出来，好不好？我们就进入我们的盲饮环节。好了，经过我们激烈、热烈、轰轰烈烈、浓浓烈烈的这个盲饮后，发觉经过了多久？3位达人花了我1小时又27分钟，他们终于盲饮完毕。没想到一共喝了87分钟。他们非常的仔细的细闻每一个味道。我们现在开始就要询问我们的第1位达人，就是我们申浩老师。来，这3支酒，你个人的分析是如何？当然有排那个喜欢的顺序嘛。我觉得单独以风味来讨论的话，我觉得第1支酒里面它让我闻到salty有盐味，然后有一点香气，有点那种柳丁的果汁的味道，然后口感有些坚果啊，然后烟熏的味道。我喜欢它的尾韵，中等长度尾韵，可是很明显的表达出它所有的东西。然后第2支酒它有花香味，然后还有那个小时候烧报纸的时候的味道，然后那个香气是很轻柔，然后又很漂亮的，然后喝下去甜感没有那么明显，我感觉到一些不甜的蜜饯啊，像陈皮梅那样子的香味，尾韵的长度都差不多，但是这一支比较优雅，清幽一些了。然后第3支酒的话，它带有一些我觉得甘草，然后上面撒了一点糖，就是苦中带甜的那样子的香气。然后口感的话，它比较 powerful 一点，比较有单宁感，然后在嘴巴上面跟舌头上面的存在感比较明确，然后有一些海藻、鱼市场那样子的那种海边的味道。3支酒尾韵长度都差不多，然后这一支酒它里面有一点点鲜榨的那样子的香味。其实我刚刚喝完这3支酒，我觉得非常佩服他们的手续，特别是 Bill Lawson， 因为这3支酒的不管是调性、风味、口感都非常非常接近，而且它是差了10几年的版本，风味跟调性跟主轴几乎完全一模一样，就是真的是蛮厉害的。我觉得你第2支刚刚讲那个烧报纸的味道，
搞不好可能是你的假象，因为中元节刚过。那你个人啊，猜版本，你觉得 L5是几号我觉得515是1号？L16， 3号。最后一支就是那个 L21了嘛？这是刚刚申浩老师的解读，而且申浩老师讲的非常好。好到什么程度呢？好到后面2位达人拼命点头，他已经想说，哇，他都讲完了，那我要讲什么？就要看他们的功力如何了。再来就是我们的库主啦，来，豪尔，我发现3支一开始的时候，我在闻味道，我没有办法区分得很清楚它们有什么不一样，所以我觉得一切重点在于，过了一点点时间之后，它们在香气的绽放才开始有所不同。因为过往都会觉得批次在风味上的差异很大，所以我也认为这3支酒的差异是小的，在一开始的时候。那第一杯，我觉得一开始喝起来，我觉得它有点闷，有点湿，它的那个泥土感还蛮重的，会有一些那种烧稻草的感觉。但我觉得它的咸味相对来讲真的是低的，然后最后让我觉得有一点点烟草的 feel。然后一直在顶层的地方，我才开始感受到一些比较有偏向于莓果类、水果类，然后偏向花香调的香气。放了一段时间之后，然后我再去喝它，我发现到说它的莓果香气很重，而且它开始去表达一些比较深沉的木质的调性，然后还有一点点湿湿的感觉。接着下来呢，就有一些烟熏的味道跑出来了以后呢，而这个烟熏的味道，我觉得跟那个清新的木质调性整个融合度是很高，这是我对第一支酒的感受。那第二支酒就有点不一样了，我就觉得我一开始拿起杯子闻到的是那个奶油的香气比较多。奶油的香气先过完了以后，然后再开始有那个烧麦子、烧稻草的味道。整体而言，我觉得它的烟熏感是相对于第一支来讲，它是比较奔放一点的，甚至有一点那种沥青的感觉，跟上一支不一样哦。奶油果香先出，然后烧稻草再接着灰烬的感觉。然后到第3支呢，我觉得第3支就是一支点味相对来讲就是海洋风格比较鲜明的酒，然后它会让我体验到一些有百香果的味道啊，还有一些那个麦粉啊、面糊的香气在里面。可是，在口感上，我觉得它很好玩。它好像是一层一层一层在包裹，外面那层是烟熏，烟熏融化掉，好像你把那个雾拨开以后，你开始找到那个糖果，甜味出来没多久，稍纵即逝，再把你重新带到一阵烟雾的世界里面。所以第3支酒让我觉得它的那个层次的感觉跟前面2支不一样，它是由外到内，前面2支的感觉好像是直直的往前走去体验它的风味。仔细喝，我觉得差异有点大。那你个人呢？你怎么猜呢？第一杯你觉得是多少？我猜第一杯是5，第二杯呢16，第3杯21。浩老师，你不是讲到说第二杯有那个一点沥青味，对不对？哦，因为你刚刚讲沥青，我就想到你是不是刚刚摔倒扑街了，所以你才会闻到那个沥青味，是不是？热热的感觉，对，那种感觉。来，在我们的人顾问，您的想法是什么呢？第一杯我觉得它在闻香比较柔美，闻到比较多水果奶油，底层有一些薄荷，一些淡淡的中药，喝起来也是中药的苦感跟甜美的感觉拉在一起，然后往焦油、培根再走，尾韵不长，转清甜。这是第一杯的感觉，我觉得柔美哦，还蛮平衡。第二杯是我初闻的时候烟熏最明显的一支，而且它烟熏有很纯啊，所以我觉得第一支叫柔，第二支叫纯。这支喝的时候口感是真的有跟我第一次喝就苦底。我提一下，第一支酒有炸感，第2支酒跟第3支酒的口感没有炸感。对我来讲，阿贝的那个泥煤炸感，让你口腔爆炸感觉，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第3支我觉得在闻香，我觉得它是杂，你可以闻到淡淡的焦油、果皮感啊，也有一些内敛感觉。但是你在中下层的时候，你闻得到一些，申浩老师刚才提到一些海味啊，我是甚至海草有时候时不时还跑出一些牡蛎，然后矿石感、海味，所以我觉得它蛮杂的，也没有炸感。但是尾韵还不错，因为第二支的尾韵很苦，第3支的尾韵就有收培根，然后很长。平衡我觉得第一杯最平衡了，然后香气我最喜欢第2杯，因为烟熏比较明显，尾韵我比较喜欢第3杯，所以我觉得第1支柔嘛，第2支纯，第3支杂。OK， 那刚刚那个人顾问有讲到这3支酒，那你自己觉得你会怎么猜这个版本？那我的猜法跟2个师兄不太一样，就是因为第一杯我觉得奶奶的，而且有炸感，代表我认为它的波本桶可能比较稳定，然后它的泥煤表现比较展现的比较好，所以我会猜它是最新的。21。第2杯我猜大概是我们刚学威士忌的那个 L16。那第3杯很杂，我觉得很杂，可能是早期做酒的感觉，所以我就猜 L5。结论刚刚讲到猜哪个版本这件事，我刚刚做了一下笔记，我跟他们也是完全不一样。但是我自己本身有参加这个盲饮活动，所以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个酒款。但第1杯的话，我的结论新鲜；第2杯老成；第3杯中庸，这就是我3个结论。因为刚刚讲口感、香气啊，表达。他们3位达人老师都讲得非常好。我自己本身猜第1款是 L21，那第2款我认为是 L5，第3款中庸我觉得是 L16。你看，跟他们完全都不一样。你知道，就是每个门派、每个派系猜的都不一样，你猜的都不一样，我就不相信你知道什么新旧版本差异，你会知道？我的呸！我们4个人资历加起来都超过100年了，好不好？
毕竟同一个父母生的阿贝，对不对？他还是10年，可以说是同月同日生。到底你会喜欢1号的大姐，还是2姐，还是小妹？我们要从这3胞胎当中选一个我最喜欢的，我要娶她的，会娶谁呢？1、2、3。他们3个全部都喜欢1，真的啊、哇，真的哎，我们全部直男哎，只有我一个人选择3，这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我无法加入他们的团队。这是我们第一次的合作，也是最后一次的合作了，好不好？不过还好，因为他们3个人去抢大姐，我一个人就把小妹独自拥有啊，是不是？爱年轻的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这样讲啊！什么爱年轻？你知道把我贬低到什么程度？年轻是大家都爱不是只有我爱，好不好？我们要先谢谢我们的这个 Howard 老师，因为他桌上摆了一瓶这么大的阿贝。来就好了，还带礼物来，对不对？还这么大瓶，拿这么好意思，是不是？好了，那就开来喝了。阻止他，快阻止他！那一次是我的啦。有啦，开奖了，有啦。来，第一杯是L 多少？先公布第2杯好了。好，第2杯是大家都没有猜的这一杯。第2杯是 L16，第3杯是 L21。那第1杯就 L5咯。以3位老师最喜欢的就是最旧的版本 L5。我承认，我全部猜错。以后还是不要参加盲饮了啦。真的吗？是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公布的版本。各位，你们有没有全猜对的啊？好，全猜对。我们从今天正式开始，这个频道就转让给好，好吧？那我要开始业配了吗？欢迎收看《威士忌好人生》。谁许？我们要非常感谢3位达人来节目当中，你们看起来那个脸还有话要讲，是不是？来，申浩老师有什么话想跟我们观众朋友说，做个结尾吧。欢迎收看《威士忌好人生》。来，浩老师，欢迎收看《威士忌好人生》。没有。敬请订阅九星智库 YouTube 频道，然后我们那个威士忌好人生要多留言哦。你知道吗？我现在这是威士忌好人生频道，你走错了哦。你现在看到李耀社长，那是错的哦。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开启谁的小铃铛？开启李奥社长频道的小铃铛。但是你现在正在观看的是威士忌好人生，咱们下礼拜见，拜拜。